さん、もうカゴマナさんです。早く撤退を。撤退してくれ。それで早く撤退して。早く。早く。他娘的，肯定是日本人。拦住他！看我的！走，走，快！快！我打！多谢大。小瞧了咱们，冲啊！所長、奴らが来ます。弟兄们，咱们全部拉着途径后面，快，向前方，冲啊！そいつも来た。伝えろ。軍隊の全員戦闘の準備をしろ。はい。保護します。右と左の方位は完了した。よし、山本に伝え全力攻撃。はい。
弟们，给我看好了，狠狠的打！听我口令，我数1、2、3，一起往前扔大子儿。准备，1、2、3，扔！大嫂出手相助，小弟我感激不尽。你勾结日本人打我九龙山，今天老子就一枪崩了你！兄弟们，把枪放下。 老子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虽然算不上什么好人，但你说我是汉奸，我就是华成辉也不承认。只怪我有眼无珠，错认了那个叫山本的狗日。榔头，把枪放下。咱们中了日本人的计，不怪秃鹫兄弟。大嫂，且放下日本人不谈，他们杀了我大哥，这个仇我必须得报。 这是误会，要算这笔账应该算在日本人头上。是啊，两位掌柜，冤冤相报何时了？而且国难当头，我希望你们能够联起手来，一起对付日本人。你他娘的少插嘴！大嫂，今天多亏了奎英姑娘相救，否则的话，我已经死了好几回了。我这条命是你们救的。狼头，开枪吧！ 一人做事一人当，只求你放过我手下这帮兄弟们。来吧，我要眨一下眼，就不叫秃鹫。好，还像条汉子。既然这么说，咱今天就有个了结。刀，拿刀来！好，来吧。狼头，我有个要求，趁着没死之前，赶紧把话说完。 如果你过了桥，你这帮兄弟跟着我一起打小日本。兄弟们，如果我过了桥，你们一起跟着狼头大哥打小日本。谁要是有二心，老子在阎王爷那等着他。好，听好了吧，弟兄们，谁敢有二心，大嫂你就替我一枪崩了他。来吧。 你俩还真往死了掐呀！嫂子，大嫂，他杀了我大哥，那我大哥的账我跟谁算去？住嘴！一码归一码，今天是来接奎英的，报仇的事儿以后再说。是啊，二位掌柜，你们现在一定要停止互相残杀。板垣次郎为什么要派山本来？不就是为了让我们两家自相残杀的吗？奎英说的没错，
要不是日本人的阴谋诡计，怎么会有那么多兄弟还有无辜的百姓白白送命啊？他们现在就是想消灭我们，就是想侵略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们自相残杀，那叫什么替天行道啊？啊，还要什么英雄好汉呢？我希望二位掌柜能够摒弃前嫌，携起手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对抗日本人。好，这笔账先留着，等打败了日本人，咱们再算。随时奉陪。大嫂，容小弟改日登门谢罪。后会有期。社長。バカ。山本少佐。君は帝国の特殊戦闘員として私の命令を無視し、勝手に殺して多くの戦士が死んだ。社長、俺は帝国の武士だ。武士なんだ。だから帝国のノリを損なったことを許しません。山本少佐、戦争は始まっていない。我ら武士の命は帝国にとって貴重なものだ。しかし彼は戦場で死んだわけじゃなく、愚かな時に命を奪われてしまいました。帝国にとても屈辱ではないか。社長、安心してください。命を捨てた戦士たちのため、あいつらを殺しまえ。山本少佐、我らの今の任務は全力で王軍の安全を保守すること。何があっても全力期限を守ること。奴らに対しもう策がある。社長閣下、もう一度チャンスをください。ジョルムさんに戻させてください。たく無用だ。すぐ人を連れて金剛へ。現時点から離れずに守れ。王軍が港の帝国の戦後に預けるまで。二哥，你真打算跟九龙山合伙啊？其实，方刚和奎英说的真没错呀。现在日本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咱们还这样，真是会被后人骂的。那以前我可提醒过你要防着点山本。行了行了，别说了。我当时只是想借他的力量报仇嘛。现在想想，和奎英这个弱女子比起来，我真是很惭愧啊。大哥，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说，自从秃鹰大哥过桥以后，你比过去冷静多了。特别是揪出了山本这个王八蛋以后，真的，你跟过去大不一样了。大板牙，哎，咱们都是江湖中人，最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是。其实仔细想想，虎头、香菇、奎英，待咱们也不薄。不过，这个仇还是要报的。那既然是仇家，为什么还要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我给你打个比方吧，比如我和狼头是一个山头的兄弟，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肯定我跟他会拼得你死我活。但是这个时候，一旦有外人的介入的话，我们两个人一定会联起手来，齐心对付外敌。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说说看。大掌柜的意思是，先联手九龙山打跑日本人，然后再找狼头算账。方先生，啊，奎英，你怎么来了？我来送送你。哦，谢谢。这次真的应该谢谢你，要不是你来给我们送消息，我们和莲花山还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呢。嗨，你救了我的命，该说谢谢的应该是我。哎呀，还好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英子，这九龙山还有莲花山是这一带最大的武装力量，如果他们真的能够联合起来，那对抗日是非常有利的。我明白你的意思，等二掌柜的消消气，我再跟他说。再有就是这九龙山看上去比较强大，但根据我的观察，其实纪律松散，战斗力不强。那怎么办？3点，第一是纪律，没有铁的纪律，再强的部队也没用。第二就是要加强锻炼，要让每一个士兵都有一副好体格，能打能跑，这才是胜利的必要条件。第三嘛，就是信仰，让他们知道自己为谁而战，为什么要打这一仗。信仰就是要知道为国家、为民族而战。没错。你真的是共产党？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现在当务之急是，一定要联合莲花山。你放心吧。行，就到这儿吧，我走了。主要就是要说服狼头他们，你说呢？嫂子，嫂子，子弹又涨价了。你从板垣弄回来的钱，咱只够买1000多发子弹呢。这事儿先放一放，你来的正好。我正和英子商量，联合秃鹫抗击倭寇的事情。啥？跟谁联合？秃鹫？老二啊，你想一想，咱们两家还没被日本人欺负够吗？二当家的，日本大军将近，他们很快就会发动战争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不计前嫌，联手御敌才是。奎英，不是我不想联合，我爹娘死得早，我大哥一手把我带大的，我怎么能跟他联合？老二，我知道你对你大哥有感情，他也是我男人。如今过了桥，我这心里也不好受。可你想过没有？这日本人都打到咱家门口来了，刀都架到咱脖子上了，咱还小肚鸡肠的，想着报私仇，这不让日本人笑话吗？嫂子，打日本我没话说，但秃鹫是咱仇人呐。二掌柜的，咱们现在真的得以大局为重。你就说破天，我也不跟秃鹫穿一条裤子。老二啊，你先别急着反对，去跟贴墙根他们商量商量再说，行吗？好。就狼头那狗脾气，你能跟他尿一壶去？依我看呀，还是各玩各的算了。
这亲父子还分家呢，没听说过愿意合伙过日子的。这奎英救了我，难道我还能跟他对着干？再说了，这次打死10几个小鬼子，板垣次郎那老王八蛋也放不过咱们。万一他来打咱们能顶得住吗？说的也是啊，大哥。九龙山势力大，地势险要，咱啥也没有。要是小日本打过来，还真扛不住。这小日本都打到眼前了，我可不想让后人戳我的脊梁骨。大哥，你想过没有？要是九龙山同意合伙，那债主谁来当？是你，还是他榔头？与秃鹫他们联合，共同抗日，这是好事，我支持，我举双手支持。不过，真要是联合了，这一山岂能容二虎啊？什么意思？听谁指挥，谁当债主。我说你不是废话，这还用说吗？当然是二哥呀！没错，秃鹫是天上飞的，早晚得落地下歇着。二哥是山里跑着的，时时刻刻挨着地。秃鹫就是客，二哥当这债主，那是理所应当。恐难随你愿呐。虽然咱们人多，可他们武器弹药比咱们多。在这个时候，他们愿意寄人篱下吗？走一步算一步吧。只要他老老实实听话，暂且就饶了他。这样，你定个日子吧。要说最近的好日子，那就应该是后天，大吉之时。好，能准备的都准备好吧。行，我马上就拟邀请状。大哥，九龙山的状子念。来。明乃大吉大利之日，经九龙山委员会商议决定，邀请秃鹫带兄弟们，妈的，分开写了，兄弟们上山携手共商抗敌之大业。委员会委员长神算子儿。神算子，哼，什么狗屁委员长？娘的，就他妈他穷酸了。大哥，你意下如何？大哥，莲花山是你一手创建的山头，但是为了抗敌大计，我决定明天封山，带着弟兄们上死对头九龙山那里入伙，一起杀小鬼子。不是兄弟不给你报仇，等杀完小日本，我一定带着仇人的脑袋来拜祭你。
你不要怪罪二弟和奎因，这事儿是我定的，要怪罪就怪罪我。这笔账已经算到日本人头上了。想想你也不容易，活着的时候受尽了我的气，这过了桥吧，还是不能做我的主。你放心吧，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一定好好陪你，好好伺候你。不跟你啰嗦了。奎因啊，明天我们两家就要合伙了，你说说，谁来当这一山之主合适呢？这个我还真没想过。你想啊，要让老二当吧，秃鹫肯定不同意；要让秃鹫当吧，就老二那个脾气你还不知道，还不得1蹦3尺高。这事儿还真得好好想想。其实谁当都行，只要是为了打日本鬼子，谁当不一样啊。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当初我想让你当寨主，你就是不愿意。如今你说服了秃鹫，咱们两家合伙了，这比灭了他们强。你现在是我们九龙山的功臣，依我说，还是你当最合适。算了，不说了，睡觉吧，明天再说。摆上，快点，快整齐啊！摆好，哎，好，对齐了啊！哎，好，你们俩快点，哎，把这，快整了，哎，好，去，该忙你去啊！快去，这菜放哪儿啊？放那里。老旺子，这活太远了。是，我去了。老八头，我干什么呀？你把那酒搬过去。好。哎，你菜好好来了。你把那酒好酒拿送大营去。花匠，别打了。炖。弟兄们，都听好了，打起精神来，别他娘的跟3天没大烟抽似的，拿出九龙山的威风，给秃鹫这小子来个下马威。放心吧，二掌柜，他们来了。好，鞭炮乐手都给我准备好了。快点，下楼了。鞭炮。二哥，前面就是九龙山了，您可想好了，这入伙啊，谁当寨主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啊。
这事儿啊，我早就想好了。我带着兄弟们入伙他九龙山，是带着诚意来的。就算做不了大当家的，怎么着也得跟他狼头平起平坐吧。他狼头要是敢骑在我脖子上拉屎，哼，老子也不是吃醋。哎，兄弟们，跟紧了啊！打起精神！他们可够隆重的呀！那当然，得拿出咱九龙山的威风来。那是，事情不大，威风不小啊！跟上，跟上，跟上！兄弟们都跟上了啊！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秃鹫兄弟来到九龙山。狼头兄弟，烦劳大驾了。山高迎远客，水低潜真龙。昨夜花烛报，今有喜鹊灯啊！秃鹫二爷，受累受累了。客气客气，神爷，您呐就甭跟我咬文嚼字的了。您这个九龙山的那个什么来着？委员长啊，委员长，近来可好啊？托您的福，一切安康，一切安康。远道而来，略备薄礼，以表心意，不成敬意啊！客气了，兄弟。鞭炮迎贵客，鼓乐奉新朋，奏乐点炮，请。仪式开始，请。贵宾跪脚踏跪地，光泽四海生蓬荜，坐。香茶已备，饮。茶可明目凝神，再饮。茶可消热驱暑，还饮。茶可3碗通灵，又饮。我说神算子，咱不是他娘的啥文化人，就别整那些酸溜溜的话。这大家听了是起鸡皮疙瘩都。您请，您请。秃鹫兄弟啊，既然来了，我作为主人，自当以礼相待。咱们呢，暂时先把这些恩怨放一放，主要的任务就是一致对外，打他娘的日本人。好。不过呢，在咱们正式合伙之前，有些话必须挑明了说。请讲。这次我带着莲花山的兄弟们上九龙山来，是带着诚意来的。
我想问一下狼头兄弟，你是怎么打算安排我们这帮兄弟的？兄弟啊，既然来了，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我狼头绝不会亏待你，还有众兄弟们。我大哥过了桥，这个大当家的位置，自然由我来顶，你就做二当家，怎么样？没错，我看行。狼头，你凭什么让我秃鹫听你的呀？啊！你们九龙山是人多势众，可是论实力、论武器，跟我们莲花山比起来还差远了，差太远了。二哥，我可给他们脸了，这事儿老子不答应。不答应，兄弟们，不答应，不答应。不就。那你说怎么办？你来到我九龙山，在我地盘上，你不听我的，听谁的？狼头，我这次上九龙山，完全是冲着奎英的面子来的，而不是冲着你狼头啊！你少骑在我脖子上拉屎！不就这个面子我给，那你非要拿你脸贴屁股，我也没办法，是不是？不服就给老子滚蛋！老子他娘的不想跟你合伙，知道吗？滚！这什么东西？狼头，你算个什么玩意儿？上次在莲花山，咱们还没比完呢，今天就在这儿，一比高下，谁赢了，谁当老大。好，拿刀来！奎英，先别急着鼓掌，等老子把他打赢了再鼓也不迟。哼，说大话也不怕闪着舌头。先要问问我答不答应。哼，奎英，你没事吧？什么意思？你笑什么呀？我笑你们两个真不是爷们儿。你说什么？俗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小日本的刀枪都架在我们脖子上了，你们还在这斤斤计较，相互残杀，不觉得惭愧吗？你们俩可是远近闻名的江湖好汉，难道就不能好好的喝上几碗，痛痛快快的杀这几个小鬼子？啊？诸位，奎英姑娘说的是对的。也是，奎英姑娘这么一说，咱俩还真不想对上。那他娘的还等什么？下酒！兄弟，要上菜吗？上菜？这打起来了都上菜？啊！不让秃鹫的王八蛋占了便宜，走！哎，行，不是真打，吵起来了。啊，不早说！哎，这两个人啊，都是属叫驴的，啊，能生到一个槽子上啊？干活吧。来喽！秃鹫兄弟，因行自便。我不用压场。哎，这是试毒针。奎英一个姑娘家的都敢冒死独闯我莲花山，
我一大老爷们儿上你们九龙山来入伙，难道还怕被你们毒死啊？听这话呀，还像个爷们儿。谢谢阿掌柜夸奖。夸你归夸你，但是以后要小心我这拳头。你那个是肉拳头，我这个可是铁拳头啊！两位大哥，咱们甭管是什么拳头，今天我们是为了抗敌大业走到一块儿的。从今往后，我们只能成为一个拳头，这样打出去才有力量。对，说得好，说得好，秃鹫啊，咱们可是说好的，合伙归合伙，但是咱们的仇，到时候该报还得报。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俗话说，有仇不报非君子。二位英雄，依我之见，先把这事儿搁一搁，啊，等共同。現時点から彼の命令を聞け。任務は金庫を守ろう。はい。我は日本帝国軍隊は強いけれども、ここにいる時間はまた短い。ここに安心で長くいようとすると、怖がってる人を慰めないと、奴らに我らを受けさせしたかい。小泉。はい。君はできるだけ人を集め、劇をやって中日友好の晩餐会を開いて大東亜共栄を宣伝するため。はい。生死契约，现如今倭寇踏我河山，掠我金钱银票，辱我妇女，杀我无辜，实乃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俗话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国破山河在，何在水不清？恨别鸟惊心，心惊魂也惊。为挽山河于危难，为救万民于水火。有完没完？直接说。九龙山与莲花山兵势前嫌，兵合一处，共御外辱，先报国仇，再报家恨，不许放黑枪，不许下黑手。还有吗？没了，请二位签字画。完了，没有带印泥。要什么印泥？拿过来。刀剑仇。从现在开始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一家人过日子没有勺子不碰锅沿的。从今往后，不管是咱们莲花山的兄弟，还是九龙山的兄弟，都要以大事为重，以和为贵。
谁要敢撒野，别怪我翻脸不认人。我先干为敬。来，来，干！坐吧。既然是一家人了，有些事情我要和大家商量商量。咱们现在啊，就缺一个领头的，到底谁来当呢？当然是大奶奶您了。奎英姑娘。大奶奶，我可不能生病。大奶奶，说句心里话，我之所以带兄弟们上九龙山来入伙，就是冲着奎英的面子。奎英当大掌柜的，我秃鹫没得话说。既然嫂子都这么说了，我也没意见。既然两位弟兄都这么说了，别的兄弟们也不会有什么话。可是大奶奶，别说了，你有计谋有能力，这个大掌柜你当最合适。谁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大奶奶，既然奎英姑娘有顾虑，不如咱们听听众兄弟是个啥意见。也好。干什么？バカ！見ろだ！どけ！あ、すみません。彼は僕の友人です。好。都给我听好了，我把规矩说一说。一人只许取一例，不取和多取者受山规处罚。同意谁就放在谁身后的碗里啊，放完就走，不许反悔，不许更改。都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大点声。听清楚了。开始吧。好嘞，来。如果你被选中了，你怎么做？我呀，就带着兄弟们下山打小日本，把他们赶出金矿，赶回老家。好。哎，你呢？我就先打跑小日本，然后再送你。我说狼头啊，你还有完没完呢？哎，奎言，你在想啥呢？好，豆子已选完，下面开始数豆子，由大板牙数，神算子看着。狗日的小鬼子！你要是晚来半步，我就毙了那个王八蛋！你现在该知道当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了吧？要不是看在香鬼怀孕的份上，我早就上了九龙山了，何必在这儿受日本人的气？其实现在也好，最起码在鬼子内部
有咱们自己的一条眼线的。今天来，我是有一事相求。现在日本人的实力可不比从前了。最近矿上要提炼出一批黄金，我已经暗中打听过了，黄金不在矿上。你的意思是想劫了那批黄金？现在我们党为了国家大义为重，摒弃前嫌，和国民党携起手来共同抗日。红军马上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奔赴华北，就要和鬼子打仗了。现在我们的物资呢非常匮乏，这批黄金对我们党来说至关重要。你不用说了，我都明白。你就是想知道这批黄金藏在什么地方，这事包在我身上。好，不过自己小心点，有什么消息随时通知我。105、106、107、108。弟兄们，我现在宣布，奎英票数最多，一共是108个豆子。正好是36天罡，72地煞，奎英姑娘当选，天意，天意也。二弟，秃鹫贤弟，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既然兄弟们都选奎英，我狼头没二话。以后奎英，他指东我绝不打西。奎英姑娘，哦，大掌柜，我秃鹫和莲花山上所有的弟兄，今后听凭调遣，绝无二心。那好，今后咱们的新寨主就是奎英。诸位，经众兄弟投豆选举，即九龙山莲花山合伙委员会商议决定，由奎英担任总司令，秃鹫二爷担任左营司令，狼头二掌柜担任右营司令，鄙人，不就是我，担任正军师，大板牙担任副军师。下面让奎英给咱们说几句。谢谢大奶奶，谢谢诸位大哥，我奎英一定不负众望。我就一句话，既然我们两家合为一伙，就应该有个新的旗号。关东有抗日义勇军，从今天起，咱们的新旗号为九龙山抗日救国军。大佐か報告より両方の討議も一つにまとめた。清塾してないうちにあいつらを全滅しに行かせてください。必ず勝利を収める。そうね、社長。いえ、大佐か山本少佐先生する。今は敵当倍です。投票を全滅するチャンス、逃げしてはならないだと思います。山本君、お前さ、この前九龍山に行く時、この時なぜ突然いなくなったのか、
またどうやってお前のやったのか。だから両方も行く。山の上から下も同時に。聞いているんだ。奴らはどこでいなくなったのか。それ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信の本に載った夢の言葉。この前上論さんをやらなかったのはそれをできなかったから。奴らはなぜどこにいなくなったのか、またなぜ中華にいるのか。この中になぜか秘密が秘めているんだ。奴ら合流してからきっと行動する。我らの健康を狙ってね。今は我らの健康の成果を分かるところ。風格すると死ぬしかない。はっ。ご指導を感謝します、山本。わかりました。君は慌てるな。奴らにやらせて君の位置につくかゆい。奴らに対しもう策がある。はい。各位，国有国法，山有山规。弟兄们听好了：一、泄露秘密者斩；二、抗令不遵者斩；三、临阵脱逃者斩；四、私通倭寇者斩；五、饮水代县者斩；六、吞没水头者斩；七、欺辱同人者斩；八、调戏妇女者斩。鬼司令，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下山杀几个小日本，把咱们抗日救国军的旗号亮出，把兄弟们的士气打起来。涂司令的想法跟我是不谋而合呀。我看是时候让小日本见识见识咱抗日救国军的厉害了。对，这次上山我也没带什么大的，这样吧，我来打头阵，下山砍几个小日本的脑袋作为见面礼，这样也了却了我一桩心事。你小子心眼还挺小，这都一家人了，你的心愿就是我的心愿。奎司令，您就下令吧。我看先不着急，咱们的队伍有的还在抽大烟，有的呢喝着酒懒懒散散的。这要跟小日本打起来，肯定是吃亏的。我看咱们还是先练练军，提高提高士气。我说奎司令，这士气可不是练出来的，那是打出来的。没错。好，那咱们就打一仗。不过二位司令，这一仗可是我们合伙以后打的头一仗，只能赢不能输。我想先派天爷下山踩踩盘子，摸摸小日本的底儿。一旦摸到他们的要害，狠狠地打一下，一定打出我们抗日救国军的威名。好。哎，好嘞，你看，哎，小二，哎，送过去。哎，好嘞，花生米一盘来了。小二，哎，买了。哎，来了爷，要什么？在那儿呢。哎，好嘞。好啊，放在这里啊。哎，你看，哎呦，小二，哎，拿起。哎，好，扎住了，哎，不敢。
来可好了。托皇军的福，还是不错，生意还可以。我的东西！哎呦，您这是？哎呀，太谢谢，行。大东亚共荣嘛。哎呀，谢谢。你忙。好，谢谢。哎，咱慢点，哎。日本小妞是真不错。谁？这是小花铺房间。走。哎呀，累死我了！回来了，回来了。哎，慢点，呛着。哎，让我喘口气儿。哎，我说啊，这日本兵到底啥样？对，说说看。啥样啊？长得吧，哎呀，就跟咱们平时见那个日本浪人差不多，一个熊样。哎，不过他们中间有人这么走路，我给你学学啊。哎呀，可以吗？さよなら。哎，去你娘！这他们不是娘们儿吗？对呀，我跟你说啊，这日本娘们儿长得呀，真他妈水灵。哎，这日本兵里边怎么会有女人呢？不知道，反正没穿军装，我不知道是不是日本兵。哎，对了，二哥，你还记得板垣次郎后边跟着的那个小泉吗？这扒了皮我都认识他。那小子现在可是一大官。哎，有没有看见山本那狗日的？山本？没见着。哎，不过我见那小泉呢，带了一帮日本兵，给城里老百姓发粮食，还有刚才说那些日本娘们儿给孩子们发糖吃。他就是发金子，那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能安啥好心呢？没错。奇怪呀，我只听说过这帮狗日的烧杀抢掠。他怎么会发糖呢？对了，说是叫什么？叫宣抚团，天天呐发粮食、发糖五的。哦，对了，小泉还说了，这要搞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去他奶奶的圈！没听方公子说吗？他们来的目的就是掠夺咱们财富，然后把咱们当狗使，还不明白？没错，方家金矿不就这么被他们抢了吗？哎。不管他弄什么幺蛾子，咱就仨字儿：杀狗日的。二哥，那是4个字儿。嗨，你管他几个字儿？他换汤换药换不了鬼皮吧？就一个字儿：杀。对，杀他。哎，奎总司令，什么情况？就等你来了。说正事儿，铁匠哥，说说情况。好，奎总司令，遵照你的指示，我进城以后就找到了范先生。范先生说，方公子没在城里，至于他去哪儿了，他也不太清楚。我听说太行山那边八路军可是共产党队的，他能不能去那儿？爷爷，城里城里的情况是这样的，范先生说，这个板垣次郎啊，现在是城里最大的一个官，管着满城的鬼子。这老狗日的，他不是商人吗？范先生说了，那是骗咱们的。日本鬼子一进城啊，全换上军服了。他奶奶的！原来他们早就是军人。奎总司令，这俗话说得好，擒贼先擒王啊！我看呐，咱这第一仗，还先绑了板垣这老王八蛋。没错，这样他们就群龙无首了，然后咱们再打金矿。他现在还住在洋行里。对，还在洋行住，不过现在不叫洋行了，
叫司令部，满城都是鬼子呀。奎总司令，我想啊，如果这样的话，要照咱以前那种打法，不行，肯定不行。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哎，对了，板垣次郎啊，最近要搞一个中日友好联谊会，正饶世界找那个拉花班子呢，说是在开会的时候要玩场子。玩场子？对，拉花。咱们这谁会拉花？老八头，他会。应答不行，只能智取了。让老八头教弟兄们玩拉花。这拉花是一男一女的事儿。你看咱山上，除了你、大奶奶、小杜鹃，这女的没了，不够使啊。这还不好办，让山下的乡亲们帮忙呗。还有刀爷。啊？杀板垣次郎，他的飞刀最有用。您的意思是，让他大老爷们儿扮成女人，这不合适吧？裴总司令的意思，你他娘怎么不装女人呢？就俺的兄呀，脸上就算抹8斤面粉。行了，滚蛋！奎总司令，你看我刀燕愁身上哪儿家像个女人？刀爷，知道我为啥让你装女人？裴总司令，就是装男人，我也这样用飞刀把板垣次郎那狗日子给杀掉。刀爷，你本来就是个男人，你用不着装。刀爷，等拉花那一天，日本人肯定会搜身。这男人拿着伞根本就不好藏武器，就你那刀片，藏在女人的扇子里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哎，这样板垣次郎不会引起他的戒备，更容易得手啊。啊，对呀，刀爷，对。可一个大老爷们儿，这装女人，这传出去不笑掉大牙呀？这，刀爷，这可是我们九龙山抗日救国军打的第一仗，这仗要打败了，怎么对得起我们抗日救国军的票号啊？就是啊，咱们九龙山里里外外老老少少的，就指着刀爷这几把刀了。对呀，就是。杀板垣可以，装女人不行。混蛋！这是命令。命令也不行。哎，再说了，哎，你们看啊，哪有女人长这么长胡子的啊？有吗？刀爷，您除了胡子不像，哪都像，是不是？你小子不说我还忘了，来人，把他给我摁住，胡子刮了。二哥，你不能这样！哎，谁他娘规定男人不能拿扇子？刀爷，男人也能拿扇子。你说什么？你他娘再说一遍！男人也能拿扇子。你他娘不早说呢！你们也没问我呀。哎呀，
大佐、指示通りにラファ隊を呼んでくれました。ラファはここの有名な密館芸術です。じゃあ準備の方はどうですか？どうぞご覧ください。始めろ！はい！你不开！ご安心してください。時が来たら一瞬にあいつらを取り囲む。袋のネズミをようだ。よし。じゃあ外の方。中隊と警察がいます。誰でも入る前には身分を確認と交渉し、万に一つのミスもない。よし。注意起来！気をつけ！会期を応じてくれ！よし。回动司令，2个，按我的。你还敢给我嘴硬？就你那肚肠里咋想的，别人不知道，我还不清楚吗？你敢说没想我？那你为啥这2天总是托梦给我呀？你个死东西！虎头啊，俺跟你说个事儿。这些日子，奎英他们要去办个大事儿，你赶紧帮我给阎王爷捎点礼去，求求阎王爷，别收他们，啊！大奶奶，奎英，你们几个这是咋的了？就跟刚抢了一大票一样，嘴都咧到耳朵根儿了。嫂子，您也别老憋在屋子里，出去走走啊。寨子里有你们，我放心，还出去瞎走啥呀？大奶奶，明天就要召开大会了，我们想趁机除掉百元次郎。好啊，擒贼先擒王。你是一山之主，你说了算，我就不瞎掺和了。明天的行动非同小可，只许胜不许败。刚才我们几个都商量了一下，还是想请您出山。嫂子，这次我们可是虎穴掏心，您还是去吧。是啊，嫂子，您不去，兄弟们心里没底啊。所言极是，俗话说得好，老将出马，一个顶仨呀。这事儿你还真得出手相助，要不然真的不好办。你们也都知道，自从虎头过了桥，我是发了誓不再干的。现在有奎英主事儿，我是100个放心。有狼头、秃鹫帮着你，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去干吧。大奶奶，别说了，明天还有重要的事儿，时候不早了，都去休息吧。去吧。
还得去劝劝我嫂。你别去了。他的心情我能理解。以前大掌柜在的时候，他抛头露面，是为了替大掌柜的撑起九龙山这片天。后来大掌柜走了，他露面是为了扶持我们。现在我们两家合为一家了，也是时候让他好好休息休息。这些年他太累了。哎，都怪我呀！以前是非不分，中间不变。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大嫂的心情。你他娘就别假惺惺了，咱俩事儿还没说完呢。哎，我说啊，狼头，你小子有完没完啊？啊，咱俩的生死契约不但放在我兜里，而且还放在我心里。秃鹫，你给我听好了，打日本鬼子，咱俩是兄弟；打跑了日本鬼子，你他娘就是我仇人，听明白了吗？行了，你们什么情况？明天就要提着脑袋干大事了，你们还在这唧唧歪歪的，像个爷们吗？咱们还是赶紧好好商量一下。明天的计划。甭商量，明天我带人刺杀板垣次郎，他带人打外白接应。凭什么呀？啊，这拉花我也练了好几天了，不能白练吧？这样，明天我去刺杀板垣老二，他打外围。你们能不能不争了？不行，要不然让刀剑仇杀板垣老二，我要亲手宰了山本那狗日！你笑什么呀？秃鹫啊，我问你，你为啥上咱九龙山？废话，这还用说吗？杀小鬼子呀，这不就结了吗？即使我杀了板垣老二，没有你打外围，我们出得来吗？啊？你也别想了，这论职位，咱俩平起平坐吧；论功劳，肯定也是一人一半啊。我不懂你为什么想不通呢？郎中说的对，既然咱们两家合为一家，那就是亲兄弟。不管是打外围还是刺杀，都有功劳。好，我听你的。哎，我说，老八头、导演，你们那舞跳的不对啊！大美子，回头你单独教教他们俩，跳的那是什么呀？一会儿到城里以后，人家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再调戏刀爷了，一会儿一开锣全指望他了。俗话说，稳定军心乃制胜之本也。啊！哎呀，真是，哎，军师说的对啊，对个驴！哎，军师，你不是能掐会算吗？你给咱算算，咱这回有几成胜算？算算。依我之见嘛，8、9不离10，啊，8成是没啥问题的。哼，哥哥，你他娘的意思，老子的飞刀能失手？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您呐，我看了，中国大大的好啊！你，瞧瞧。よし。
心里总是安静不下来。奎英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不行，我一定要去看看。你就放心吧，胡头，我去就回。各队的入场仪式很好，很精彩，充分的体现了日中友好的精神面貌。大东亚共荣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下面，请板垣次郎阁下讲话，欢迎。今夜群星璀璨，今夜情意绵绵。下面，中日联谊交流会现在开始。哈喇子都流下来了。气站不了个腚。哟，是奶油呀！哎，小肉怎么样？长得白嫩吧？怎么着？回头给你抢一个，回去给你做优待夫人。大東 QA 万歳！水産万歳！天皇陛下万歳！这日本娘们喊的啥玩意儿？日本姑娘在热情的呼喊：“大东亚共荣万岁！万岁！”下面，我们与伟大的日本皇军一起欣赏拉花。拉花是本地区的一项传统节目，无论是传统节日还是重大的庆祝，都能看见他们淳朴的表演。今天我们请来了著名的东郭村拉花队，请他们为日中友好助兴，为大东亚共荣添彩，欢迎！
知道一定会来。大奶奶，都怪我失手，没有弄死狗日的。到这城里闹腾狗日一下，给他个下马威，你听好。往那边去。不对，秃鹫在北边，咱去南边干嘛？这叫声东击西。还是何英聪明，快走！走走。タケル、早く支援しろ。そこに堂々がいる。急いで。急げ！難問から逃げた。奇襲です。我の親兵を殺して逃げた。バケル。渡辺、松井、矢野、30余りの日本の敵国の武士、そして私の藤晴美雄大。彼らの英霊は日本帝国の聖戦と富のため、ここに残った。日本帝国の軍人として、帝国にとって聖戦のための王軍と比べろと、命なのは貴重なものではない。常論さんがいる限り、安心で王軍を参出すことができない。田坂が常論さんの闘技を根絶するところだ。命令してください。今度大日本皇軍の
力を見せてやろう。社長、命令してください。奎总司令，奎总司令，不好了，神算子不见了。哎呦！站住！我没动，我没动。这不是九龙山赫赫有名的神算子先生吗？啊，您认识我？您是？我们是老朋友了。啊？孩子们，嗯？是你教给我不能越雷池一步，怎么今天到我的雷池来了？您是太君呐？哎，看在我们是老相识的份上，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哎，不啊！既然来了，就跟我走一趟吧。啊，我还有很多事情还需要向你请教呢。别介呀！怎么？还得让我找人去抬你走吗？啊，不，我跟您走，跟您走。走吧。哎，您请，您请，您请。开饭了！开饭了！侯爷，我说你就别喊了，那这都啥时候了？你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人来了。都他妈怨我呀！行，这不都过去了吗？但是总司令他也没全怪你，是不是？还他妈不行，怪我了呀！听我歇着吧啊，没事儿。哎呀，走，哎，走吧。这次多亏了大奶奶及时出现，敲掉那小日本的灯和机枪手，我们才……我就说嘛，我大嫂她不会袖手旁观的。哎，我们还是年轻啊，以后有什么事儿还是得多请教大奶奶。哎，我问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从我那个门出来？从你那个门出，从你那个门我们就出不来了。这叫声东击西，打仗要讲点谋略，对吧，奎总司令？那你们事先也该通知我一声吧，害得老子对那个城门使了半天劲儿。通知你还能打那么卖力气吗？你什么意思啊？啊，不相信我？要不是你牵制他们，造成错觉，我们哪出得来啊？反正以后这种事儿，老子是不干了。跑那么大老远的，一个小日本都没捞着。行了，这么一来，你不是把脑袋保住了吗？二来，好了，你们就别争了，都怪我计划不周，让板垣次郎那个老奸巨猾给发现了。都怪这个老疤拉头啊！老子真想一枪崩了他。是你自己没本事，你怪人家老疤拉头干嘛呀？你有本事，连个鬼子的影都没见到，你有本事。好了，咱们这次能够逃得出来，已经是万幸了。我现在就担心那神算子。
拜仁太君，您都敲了1个多小时了，您不说话，我这心里发毛啊。要不您还是教导我2句吧。听说你是个文化人，又是九龙山的军师，那你肯定是口才不错。嘿嘿，你不先说话，我怎么跟你说呀？别呀，斗大的字儿我不认识几个，都是被他们给忽悠的，您可千万别相信。哎呀，白岩先生，你还不如杀了我。这么着，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行了，你站起来吧。咱们是合作，你这么跪着也显得不公平吧？白岩先生，这九龙山山势险要，易守难攻。您要是攻打他，我建议您就把他围起来就行。围起来就行？对呀，这秃鹫带上了许多人，和我们这九龙山的人在一块儿，就有500-600号人呢。他们得吃饭呢。你想，你给他围10天，不用10天，他们就会饿得自己跑下山来。这兵书上说就叫兵不血刃，不，叫瓮中捉鳖，而且是捉那种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的土鳖。我想问你啊，上次你和你那个一面之交的学生山本，他攻打九龙山的时候，你们怎么就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这不想说是吧？那我就继续敲桌子啊！什么时候我这个手指敲疼了，我就把你的手指头剁下来喂狗。别呀，太君，那天我的确不在九龙山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去娘家。回娘家？不，是这么回事。那天吧，太阳刚刚一出山，我就摔一大跟头。我掐指一算，不好，九龙山今天有血光之灾呀。于是你就回娘家了。我让您给吓懵了。我是上李村幽会一个摇头，摇头就是小寡妇。韩阳哥，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呐。可惜你这一身的学问，算是走到头了。来人！别！白猿先生，那天我的确不在山上啊。要不这么着，您让我去给您采盘子，一有消息我一定设法跟您联系。您就饶了我这条饱经沧桑的小命儿吧。火车爷，奎总司令，这饭都热了好几遍了，弟兄们都不来，这他妈都怨我呀！我真他妈该死啊！行了，都过去了，以后你一定要吸取教训。阿巴头，你要再出猫眼，老子就一枪毙了你！出师不利，活没干好，弟兄们哪有心情吃饭呢？哼！你咋还笑啊？这倒也是件好事儿。好事儿？那弟兄们都不吃饭了，哪有劲打鬼子啊？这说明咱们九龙山的弟兄们有荣辱之心，这对咱们是至关重要的。就是，这胜败啊，乃兵家常事。虽然这一次没有成功，大不了咱们吃饱喝足了，从头再来嘛。涂司令说的对，火头爷，把饭菜都抬到练兵场上，集合弟兄们。奎总司令，你
大家朝那个方向跑步走，好快，加快速度。跟上后面。二哥，二哥，什么？高建州那小子死活不来。什么？他奶奶的，他还长脾气了。走。我跟你说，快点跑啊！别跟没吃饭似的，谁跑慢了不准吃饭。起来！你给老子滚起来！装死是不是？起来！你起来！你起不起来？好，老子好好让你醒醒。二哥，我从来没有这么窝囊过，你打死我吧！我打死你，打死你便宜你了，老子还要留着你的命杀鬼子呢。二哥，这次刺杀半原次郎，是咱们抗日救国军的第一仗。九龙山上上下下、老老少少上百双的眼睛在盯着我呢，只许胜不许败呢。可我给你丢脸了，我还有什么脸呢？我什么脸？打鬼子的脸！你看看你这怂样，不是就失手了吗？算他娘什么大事儿？大不了从头再来。你要是老子兄弟，你就给我吃饱喝足，养足精神，我就不信你杀不了板垣老的。哎呀，这小子跟老子一样，也他娘的是头倔驴。弟兄们，你们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看看你们的样子，还他娘的杀鬼子呢！好，那你们都给我站起来，把枪举起来！我知道，你们心里都不痛快，因为我们没有打一场漂亮仗。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不吃饭不锻炼，怎么能有一个好身子骨啊？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咱们拿什么杀鬼子？哎，奎总司令说的对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吃饭怎么能举起枪杀鬼子呀？我是顾不了那么多了。老八老头，来，给我盛碗盛了，快！弟兄们吃饭了，快！快点！给我盛了。来！裴司令！哎呀，奎司令！哎呀，郎司令，涂司令，军师，你怎么才回来？哎呀，说来话长，孩子没娘啊！别整那没用的，说昨天晚上去哪儿了？昨天只顾跑了，天又黑，老眼昏花，这一头撞在了柱子上，一睁眼吧，天都快亮了，被2个要饭的给救了。
若不然呢，怕是此生都见不到诸位了。回来就好啊，吃饭。哎，我先去歇会儿，走。哎呀。お父さん。おう、ははは。純子は帰った。うん。はは、座って。お父さん、すぐ戻りなさいって何が起こったのですか？さすが若娘、頭がいい。お父さん、こんな時になんでずっとあの学校にいさせてんの？お父さん、知ってるの？我慢できない。早く先生に行かせてほしいの。みんなと一緒に戦う。お父さん、何か言えよ。任務をさせてくださいよ。純子、君は知っていますか？シナの学校に行かせて帝国を抵抗する理由を。共産党に潜入するため準備を整う。座って座って。純子よ、今回は違う。ああ、君も知っている。先日私への暗殺失敗したが、奴らは諦めないんだ。あ、山本さんのおかげです。お父さん、お母さんはもう亡くなった。私の家族はお父さんだけ。約束するよ。なんてあれ、安全に気をつけて。若娘よ、しかし生産の利益が一番大事。ああ、今帝国が心得かけて経営にしている銀行がもうすぐ王軍を算出するところだ。その意味、君はわかるだろう？王軍を守りにさせるの？いいえ、君はジューロンサに潜入してこれ何？帝国さんの役玉だ。開けてみて。ジョーロンさんで得た情報はこいつで発信する。そうか、わかりました。じゃあどうすればできるの？それはこいつびくんがすでに用意して。潜入することは難しくない。入ってから神算図という軍師を探すがよい。彼らもこっちの人だ。でも覚えて、絶対に暴露しないで。はい。奴は知識人と位置づけ、自慢勝ちの性格だ。その弱みを利用してジョロンさんの秘密通路を探してくれ。はい、承知しました。よし，弟兄们，都给我听好了！从今天起，我要严加练兵，无论老幼病残，统统一样。谁他娘的敢偷懒儿，老子就敲他的命根子！听到了没有？听到了。听到了没有？听到了。好，现在听我口令，稍息。这他娘的都不对！稍息，就是左脚向前半步，右脚原地不动，听懂没有？司令，哪个是左腿，哪个是右腿啊？好，大家看好，这是右腿，是。你他娘是左腿，
都是左腿，左腿错了，这边是右腿，这是右腿，记住了啊！记住没有？司令，你拍的是这边呀？这。好，记住了啊，这边是右腿。哎，对了，记住啊，再来一次，立正，稍息，立正，向右转。你再撵到我那边！哎，干什么呢？报告，他亲我。你报，我们只分东西，不分左右。好，立正，向东看，分东西就好办。向前看，向东看，向前看，向西转。好，王司令。不愧航母出身，还是你有办法。我说你看着我干嘛？装吧。哎呀，我装什么了？真能装啊！你把话说清楚。陈三子，你呀，这儿有事儿。我有什么事儿？非让我给你说明了。你说，陈三子，你他妈对我打击报复，外面练兵练得好好的，你非让进伙房干他妈娘们的事儿，气死我！干什么？你除了能干这种事儿，你还能干什么事儿？呸！陈三子，我告诉你，我要是当了正军师，肯定比你干得好。你还想当正军师？你先把你的舌头捋直了再说。我他妈舌头一直就是直的。我看你对我是不服啊！我凭什么服你啊？那行，咱俩比试。比试。比什么？比脑子。比脑子？那你真打算鸡蛋往石头上碰啊？行，那我先考考你，考我。好，来，等会儿啊。既然是比赛，那咱就得挂点彩儿啊！拿出一大的，谁要是赢了，就把它拿走作为奖励。好，我问你，好，5加5等于几？10。6加610，错，12。7加710，错，14。8加8不10，错，16。你输了。我他妈知道我没说完，你给我站住！沈三子，不君真是干啥呢？滚一边去！嘿，老扒了头！哎呀，你想死我了！快！你快！我他妈可想你了，你知道吗？那个今天呢，副军师啊，要对你进行文化教育啊，先考你，好不好？啊，那个，考你，咱挂点彩来。你看，我先拿一大字出来，搁了吧。你也拿一个。真的？他妈真的，赶紧拿钱，快点。放下！你怕什么呀？你要是回答对了，你这归你啊！听了啊！5加5等于几？ 10。6加612。
7加7， 14， 8加8， 16。我为了威风，为了壮气势。行，好汉他不提当年勇啊！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打算怎么办？以后？对呀，除了你今天练的这些东西，你以后有没有想到过练点别的什么东西？以后他娘的再说以后的事儿。哎，反正就这么练。来，干了一天，还真累了。喝到这碗，睡觉。好。那就早点休息吧。啊，我也走了。我走了啊。为啥？这2头犟驴，终于拴在一个槽子上了。是，不容易。这次我们刺杀板垣没有成功，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怎么？那狗日的板垣还能杀过来不成？大奶奶，现在的日本人跟以前的日本浪人可不一样，个个都军人出身，具有很强的作战能力，咱们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这次要不是您出马，我们早就……你不能这么说，你这是在助别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士气，这可是军人的大忌啊！大奶奶，你听我说完啊！现在日本人兵强马壮的，完全有能力攻打我们九龙山，他为什么没来？这不是板垣的做派，这里边一定有诡计。啥诡计？你忘了，当初咱们跟莲花山合之前，秃鹰、秃鹫他们也扛枪扛炮的来打过咱，结果怎么样？咱九龙山风水好，地势险，再加上你发现的那条密道，我还巴不得他们打过来，拼死拼活倒也是个痛快。站住！小开，站住！站住！花姑娘，站住！这边！站住！抓住他们！花姑娘，站住！站住！站住！小凯，你怎么了？小凯，你休息了，小凯。抓住他们！打！往死里打！放下！给我打！狗日的！小凯，小凯，
姑娘，你们是城里念书的学生吗？是。别怕，我们是九龙山抗日救国军啊！这是我们铁爷，是他救了你。那小鬼子呢？跑啊！嘿嘿嘿！安然，你要给我们报仇啊！我求求你了！我姓班，班固的班，叫班子纯，是城里的学生。日本人发动卢沟桥事变后，我参加了抗日学生会，宣传抗日，号召民众拯救国家。有一天夜里，可恨的日本人闯进我的家里，他们残忍地杀害了我的父母，而我遭到他们后来我回到学校，和同学相约一起投奔延安。没想到，延安，共产党八路军的总部就在延安。班姑娘，秦蜀倭寇，还我河山！秦蜀要还，还我河山！姐姐，你快起来！一定要查鬼子，为我同学报仇雪恨。你就是城里那个演讲的女学生，你见过我？只要你不嫌弃，留下来。对，留下来，我们帮你报仇雪恨。对，就留在山上跟我们一起打鬼子吧。对，你别怕，我们可不是土匪。别看这些人长得凶神恶煞似的，其实个个都是好人。没错，姑娘，俺们都是好人，打鬼子的好人。我早就听说过你们九龙山个个都是英雄好汉，从来不欺压百姓。反正我也无家可归了，只要你们为民众抗敌，我愿意留下来。好。大佐閣下、家員は巣に入った。よし。家員が巣を立てるように。小杜鹃姐姐，班姑娘，你怎么还不休息啊？担惊受怕一天了，还不早点睡觉？我睡不着啊！来到一个新的环境，而且又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哎，我难免有些兴奋。哎，姐姐，咱们这里谁是当家的？这你都看不出来啊？你没看见是谁坐在头一把交椅上吗？
奎英姐姐，以前只听说土匪当家的都是男人，没想到咱们这里居然是女人当家做主。真是新时代的楷模。楷模？哎，啥叫新时代的楷模啊？这么说吧，就是男女平等，男人能做的事情，咱们女人一样能做。哦，哎，班姑娘，你是不是认识好多好多的字儿啊？那是当然了，别忘了我可是师范学生呢。真好，你还是学生呢。哎，奎英姐她也认识好多好多的字儿，而且她跟你一样，也是被日本鬼子给逼上山的。哎，姐姐，咱们队伍一共有多少人啊？现在得有250多个了吧？班姑娘，天真的不早了，你早点睡吧啊。ご安心してください。金のレンガにして転移します。久しぶりだ。輝く黄金を見るのは。これを見て思い出した。僕のため寄贈した帝国武士を。本当感無量だね。そうか。帝国に貢献すること、彼らの英雄です。大佐、軍事力を持って、なぜあの銅姫を。自慢と傲慢は失敗の源。私はすでに計画があります。時が来ったら、きっと奴らを全滅する。今大事な任務は、この黄金を無事に港の帝国三県に運ぶことだ。銅妃の全滅、いつまで待つのですか。これは大戦だ。地位というの戦。とても激しい戦いだ。しかし今、大東亜共栄の滑走はしないと。谁呀？我，老哥。你怎么来了？我跟你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九龙山的人到处找你。他们刺杀板垣次郎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难得这九龙山和莲花山终于合二为一了，这对咱们将来的斗争大有好处。哎，对了，黄金的事儿究竟怎么样了？听说板垣要把一批黄金运到码头，绝不能让他们把黄金运出去。可是我们怎么阻止？不是阻止，是夺。夺？对，这批黄金本来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绝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现在国共两党已经达成协议，一致抗日，过不了多长时间，八路军就会到这儿来。
可是我们人单势薄，怎么躲啊？明天我打算去一趟九龙山，申请他们的协助。这段时间你一定要密切关注皇军的动向，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好。两位司令，离我们沙板园已经有些日子了，你们不觉得这小日本有点奇怪吗？虽然我们这次刺杀行动没有成功，可是好歹也给小日本来了个下马威呀。以板垣的实力，他完全有能力来围剿我们，可他为什么迟迟都不动兵呢？那有什么好奇怪的？啊，谁不知道咱九龙山易守难攻啊？再说板垣的老王八蛋他不傻。苏司令，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对。对了，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到现在一直没明白，就是上一次，哎，你们是怎么突然就消失了呢？你笑什么呀？啊，咱们现在可是一个锅里摸勺子的，你让我吃亏，也得让我亏得明白，是不是？说你们上次是怎么跑的？好，要提到这事儿啊，那还真得感谢咱奎总司令。就直接跟你说了吧。站住！干什么呢？我要见你们司令，把手举起来。站稳，可以。这山洞啊，可以直通寨外，有了它。咱就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攻守自如啊！明白了？哦，原来如此啊！我说你们上次怎么就突然就没了呢？再结实的墙，也挡不住心啊！啥意思啊？只有心谋合一，才是取胜之本。还是不懂，你就直说吧。告诉弟兄们，山上所有的暗宝要严格保密，不得泄露。报，奎总司令，方家大少爷求见。请来殿下。是。大佐哥哥，見なさい。奴らが静かれば私は心配です。もっと危険な計画があるかも。警戒を厳しく、何の予断も許さん。はい。难怪板垣次郎没有动静呢，原来是这样。那你这次来，请你们出山，夺回这批黄金。黄金现在在哪？就在金矿了。你想让我们帮你抢黄金？对，黄金是咱们中国人的，千万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让他们制造出飞机大炮来轰炸我们。没错，干完这一票，保管咱们3年吃香喝辣。好，这票我们干了。打日本没问题，但是我们凭什么听你的？这打日本和夺回黄金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只要这些黄金别落在日本人手里，我方刚怎么着都行。来人，在，去把军师、铁枪根、刀剑、球口叫。对，还有大板牙。黄金の運び出す前に安全を保証しなければ。はい。議員の方はどう？はい、まだです。兵員の安全心配してるんです。これは彼女の責任だ。山本君、今
蛟龍山を標撃する準備を。ご安心してください。十二分の準備が整ったら、大佐の命令を待つ。方先生，我们要召开抗日救国军作战会议了，请您回避一下。方先生，请吧。等等，方先生从城里来，让他一起参加，也好跟我们说说情况。奎总司令，你别忘了，这可是咱们的规矩啊。规矩当然要守，可夺黄金事关重大。现在日本人大批军队都进入了金矿，要是不了解内情，贸然行动，难免又会再次失误。什么军队啊？不就是一些日本浪人穿上了军装吗？行了，大家都别争了，我回避没问题。我只希望你们能够计划的周密一点，千万别有什么闪失。好了，我告辞了。不测，你小子说话给我吉利点儿。哎，甭管他。韦司令，这次打金矿，我做先锋啊，狼头呢做后援和接应，您呐就放放心心的在家等好消息吧。啊，你凭什么打头阵呢？凭什么？风水轮流转。上次杀板垣老儿是你打的先锋吧？结果杀了人了吗？没杀着。我做接应，结果连半个小鬼子毛都没见着。这次先锋我坐定了。涂司令，你就别争了，你打接应比我有经验呐。啊，去你娘的蛋！我告诉你啊，这次先锋老子坐定了，谁都别跟老子争。谁他娘跟老子争头功，老子就跟他急。对。哎，奎司令，你看看，就他这火爆脾气啊，一旦打起来，非吃亏不可。我这脾气怎么了？老子从拿枪那天起，从来就没吃过亏。秃鹫，你他娘的别老是唧唧歪歪的。我告诉你，上了九龙山，就他娘的听二爷的，听你的，凭什么？凭什么？二狗哥，哟，方姑娘，你有什么事儿吗？这两位司令这是怎么了？嗨呀，这一打日本人啊，他们俩就争，这真是一山不容二虎。这日本人要来啊？来什么呀？要去打金矿。哎，方姑娘，你还有什么事儿吗？啊，没有。你呀，就是个天上飞的，永远比不了地下跑的。对，涂司令，你就别争了，还是让我们二哥去打吧。凭什么呀？奎总司令，您给做个证啊！上回他们打了也就打了，我大哥说的对，风水轮流转。这回怎么着也该我们上了。凭什么你们上啊？啊，你先把你的大牙给我嚼了再说吧。我发你说话，你真没你说话怎么就没有？我跟你说，你了，你先把你俩大牙给我嚼。跟你说你。行了，我宣布，行动暂时取消。啊？你们两个要愿意继续在这争的话，哎，不是，奎司令，您听我奎司令，这回他。哎呀，郎司令，秃司令，小可有一妙。哎，行了，你那妙计啊，留着给你们家郎司令用吧。走。你，嘿，你看这大板牙啊，整个就是一条蛤蟆狗嘛。大奶奶，我知道你们都是绿林好汉，不过这一次我们的对手可是日本的正规军队，他们组织纪律严明，单兵作战能力强，可不像以前那些日本浪人穿上军装那么好对付。这个我们明白。那你为什么还要求助我们去劫黄金呢？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国难当头，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不愿意看到那些黄金落在日本人手里，让他们拿来制造成武器对付我们中国人。当然，我也想过，虽然我们的对手很强大，
但是我们并非一点胜算也没有。如果以一己之短克敌人之长，当然不行。反过来，那就未必了。那你说说，什么是敌人之短，什么是我们之长呢？我们必须依靠地势。当然，不管怎么说，前提是我们必须团结，以大局为重。你放心，这个没问题。还有就是，两位必须积极的配合我。大哥，我是咽不下这口气。你瞧瞧他今天，明明是仗着人多欺负你呢。你特别是那谁那神算子，你瞧他那嘴脸，他整个就是一只哈巴狗啊的。你以为老子肚子里没有气吗？这要是搁在莲花山，老子说话怎么也是我的大哥呀，这不是莲花山，这不九龙山吗？大白啊，我告诉你啊，只要给我一次机会当先锋，老子立了头功，以后在九龙山，老子腰杆子也硬，说话也能立得住脚了，明白吗？明白。要不，大哥，咱先来个先下手为强，晚上带着弟兄们悄悄地溜下山，打小日本一个措手不及，抢了金子，立了头功，回来你说榔头他还敢放什么屁？我说大半夜呀，你跟我想的一块儿去啊！哎，你马上召集兄弟们半夜出发，明天一大早务必赶到金矿。这通知兄弟，去！哎。来二哥，老爷，来，走一个。看到那个姓方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早晚老子要教训他。二哥呀，你要这么办，奎司令能饶得了你吗？可不是嘛，那个方刚说啥，奎总司令都听啥。我他娘还就不信了。不好了！哎呀，不好了！我说师爷，有鬼追着你呢是怎么着？急什么急呀？一惊一乍的，什么事儿？好，不急啊，不急。秃鹫带着人马下山了。什么？那你他娘不早说啊？他说让我不着急。你刚才赶快，二哥怎么着？他说了，跟咱们这帮人合作太麻烦。他自己带着人马上金矿，已经下山了。报告送饭，赶紧集合弟兄们，不能让他抢前面。好。大奶奶不好了！大奶奶，老司令还有朱司令，他们带人去打金矿了。なぜ奴らが黄金のことを？誰から情報をもらったか？
よい。ああ。これなら、奴らが城から出ると、待つのは最高だ。大佐か。あいつらは、すぐ金庫を攻めてくるんだい。小泉少佐。早く、王軍を安全な場所に運べ。どうか、絶対に王軍の安全を守れ。はい。山本少佐、君も言う通りだ。必ず確かに王軍を狙っている。小竹君と小泉君を出して、君の左右から包囲して、機会があると、できるだけ殺して。ご安心してください。十二分の準備が整った。ここはあいつらの死に場所だ。张头，既然你来了，那咱俩就比一比。我从大门打，你从后门打，看咱俩谁抢的金子多。哈哈哈！我跟你比，弟兄们，谁抢的金子多，老子重赏。快，兄弟们冲啊！快！冲上去！に入った。よさは時、策がない。二人に伝え、すぐ左右包囲を。奴らをもうすぐ肺に入る。奴らを全滅しろ。嗨！兄弟们，快跟上，跟老子抢头功啊！别让他们小瞧了咱们，冲啊！跟上！少佐、奴らが来ます。
全員戦闘の準備をしろ。はい。保護します。右と左の方位が完了した。よし、山本に伝え全力攻撃。はい。準備よ。伝え山本と
つだけ。小泉、爆弾を信号に水手撃残さず全滅せよ。はい。狼头，来晚了吧？金子是我的了。狼头，咱们上日本人的当了。什么？快点，我打！哎呀，怎么回事？全都怪我！二哥，小鬼子把他包围了，咱撤吧！啊！老子跟他拼了！兄弟们，跟我冲啊！杀个痛快！奶奶的，我冲！进了！来呀！老子跟你拼了！弟兄们，跟我冲！不行，我得去救他们。等等，再等人都没了。你们看，那不是百元刺王吗？你们去救人，反正这王八蛋交给我了。爷，咱们从那边过去。这个大男人。小姐姐，哎，你坐着近一点。好。
早く大佐が奴らに襲われた。なんだと？バカ野郎！急げ！ここに増援啊！嘿，耶！板垣老兄，咱们又见面了。啊，夺命仙姑，知道就好。赶紧命令你的人停止射击，放了我们的人马。老娘饶你不死。哎，真他娘的窝囊！咱们这么多人，硬是打不过几十个小鬼子，这要传出去，还他娘不让人笑掉大牙？咱们这次多亏了奎司令、大嫂和方先生，要不然这次可真悬了。副司令、王司令，咱们以后同日军作战，一定避免以己之短，克敌人之长，尽量避免和他们正面冲突。以后谁要是敢给老子不听命令私自行动，我饶不了他。这次就当吸取教训吧，以后凡事都先商量商量。不过这次小鬼子好像早有防备。我们遭到了两面夹击。就是，他们早就有埋伏。我想经过这一次，白岩很有可能会把黄巾转移走，我必须马上进城，再打探一下，准备下一步行动。行，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情况怎么样？不出你所料，黄金已经运出去了。不是运到哪儿去了？具体运到哪儿，现在也没消息。这次打金矿，日本人肯定是早有准备，我不得不怀疑我们队伍里有内奸。你是说？神算子刺杀板垣次郎，他在城里待了1夜，嫌疑最大。有证据吗？我这就找他去。要真是他，我活剥了他。大奶奶，咱们还是得暗中观察一下。有就是有，无就是无，早问早利索。站住！换判的，你来这里做什么？小武队长，我们警署最近招了一批新兵，需要你的帮助。好的，这是我们署长。没有本源大佐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听回吧。快，离开这里。走，回去。
天爷啊，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我是为了保命才撒的谎，要是有啥闪失，你可得给我做主啊！哎呀，哎，大奶奶，给我跪下！啊，跪下！你给老娘说，杀板垣次郎的那天晚上你在哪儿呢？我，哎呀，我跟奎司令、郎司令、秃司令都说了，我少他妈废话，在哪儿呢？我真的是撞晕了呀！我确实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呢。我要是有半句瞎话，天打五雷轰，你马上把我给毙喽！哎呦，老白老头，你手这么脏，做的饭怎么吃啊？你看这脏吗？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你出去把手洗洗吧。我不洗。哎，这样吧，你把手洗干净了，我教你识字。我不行，太笨。像我这样的识字有啥用？当然有用了，识字好记粮食数量啊。嘿嘿。龟有龟路，蛇有蛇道。你看啊，我都记那里了。你过来看啊。哎，你这画的都是什么呀？你看啊，这是麦子，这是棒子，这是地瓜干儿，这是黄豆。那这上面的线是记粮食的数量的吗？还是你们城里人聪明。你看啊，麦子眼下还有13400斤，棒子还有8205斤，地瓜干7504斤，黄豆少点4632斤，这你就放心吧，饿不着你。可你这画的跟天书一样，谁能看得懂啊？天书还有谁和巫婆看得懂呢？就我这个，除了我，谁都看不懂。哎，那个是什么呀？这个，木炭。木炭，做炸药用的。你们这儿还做炸药啊？不做炸药，拿什么造滚地雷？哎呀，老八大头，你赶紧做饭去啊！你就不怕开饭晚了，兄弟们揍你啊？哼，谁敢揍我，我就给谁饭里放药。啊！你怎么这样呀？班姑娘，你别听他瞎说，他这人啊，就是嘴上过瘾，其实他心眼好着呢。做饭去啊！咱们做饭。太君，情况就是这样。哎，谢谢。なるほど。放開吧。没事。啊，哎呀，你终于出现了。我应该去探望你。那你？这批黄金一定还在仓库里。有道理。你说以前那儿戒备很松，最近突然很严。还有，你说他们会不会玩障眼法，把这黄金藏在军火库？不可能，军火库实在太危险了，一旦有什么闪失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既然我们能想到这一点，板垣不可能想不到。那你有什么打算？现在他们重兵把守，劫库肯定是不可能了。
那咱们必须得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运送这批黄金。我有一个办法，我有办法窃听板垣的电话。那太好了。方先生，你快走，板垣次郎来了。啊？什么？出不去了，走，搁这边。板垣先生，深夜光临寒舍有何指教？路过这里，突然想你了。小杜鹃，小杜鹃，哎，时间不早了，早点睡吧。好。范先生，我有一件事情不明白，你能够解释一下吗？您请问。今天你去物质仓库了？是这样的，我们最近招了一批新兵，这您是知道的，所以有些物资都得去仓库里面领。我是想知道，谁让你去的？不用担心啊，皇军毁坏东西是要赔偿的。能告诉我谁让你去仓库的？这是我们署长走之前签的领取单。所以，我下午就去仓库领，结果小武队长不让我进去。然后呢？好，我知道，没有错。我们都到院子里去，我跟范先生要谈谈心。范先生，我要告诉你，你在撒谎。我不是，范先生，你看这领取单在这儿。你们署长1个星期前就到北京去开会了，谁让你去的仓库？说。范先生，是这样的，我们署长在走之前，这个清单他就已经给我签署了。那你为什么当时不去领装备呢？范源先生，你是知道的，你们皇军来之前，我们警察署的人跑了一大半。最近我们人手少，还得配合你们去城里边搜查共产党，我哪有时间呢？这倒是一个不错的理由，勉强可以认可。可是我可听说方刚经常到这里来做客。不可能的。这个地板质量不错呀，
这是满洲的松木，德国人弄的。对，欧洲人也非常喜欢这种房子的结构。我的办公室也是这样。可是这个地板下能够藏很多的人，对吧？我不知道，我也没藏过。那好，可以研究研究。小陈，死角，你来吧。你放心，现在的地板我就会赔偿。哈哈哈哈哈！哎，行，时间也不早了，早点休息吧。打点。明天一早，你带人来修理地板。赶紧看人走了没有？哦。大佐、なぜ床の下を捜査しなかった？奴を殺すつもりが。引き物を捕まえ、ここにここで監視しろ。はい。かぶせ。哦，外面没人了。行，吴斌，那我走了。等等，哎，这狗日的尖嘴早就跑了。这老狐狸怎么知道你在楼下？是啊，这事确实有点怪。怎么知道的呢？你哭什么？我对不起你。小子，难道是你？我闭嘴！你！后面，你打死我吧！我最后一次，你打死我吧！别冲动啊！不，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哎呀！富斌，你还记得去年你被打的那一次吗？你是好人，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可怎么活呀？我为了不让他们再伤害你，我就答应他们，帮他们抓住方刚。可是桂英来了以后，感动了我，我就发誓再也不向他们出卖任何人了。可是他们一直还在威胁我。方先生，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你真是糊涂！你叫我怎么说？
嫂子这么想，也在情理之中的，别往心里去啊。当务之急是你们马上要离开这。可我们往哪去呀？去九龙山吧，投靠他们。那我们走了，你怎么办？我会想办法的。你们不能出去，外面全是鬼子。什么？你？哎，黄明，我们再冷静冷静，我们想想办法，总会有办法的啊！想想，总会有办法的。捕まえてくれ！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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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て！待てるよ！不明，没事吧？没事。好，我们赶紧走。哎，田坂か。帝国の一人の軍人を失ったし、また重要な獲物が逃げたし、どうもまさか我々の聖戦は砂漠に置いてるものか。真の武士ならこんな結末ではない。もし俺がやるなら結果は同じじゃないんだ。君はドキとしてわしの部下を責める気が。坂上大佐、俺はあなたの部下だけど分かってくれ。名門の感動軍からなのだよ。覚えてください。黙れ！わしの手下である以上、いつでも軍事法廷に送られる。ごめんなさい手坂が。勝利求める気持ちを分かってくれよ。山本君、分かってくれ。ファンガンは共産党の地下組織のリーダー。あいつは逃げ出したらどうなるか。我らの心のかけて戦術した黄軍が危険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大佐か、心中スキルではないか。
わずかばかりの休山島だ。たとえ全体の品軍でも我々の脅威に達し得ない。いずれにしても勝利は我々のものだ。君はごめんすける。ごめんな性格を直さないままだったら君は真の軍人にならない。分かってくれ。君は共産党を知らない。奴は国民党と違う。どこから攻めてきてもおかしくない。山本君よ、君を関東から来てもらったのは奴ら同胞を殲滅して金庫を守るため。でも君は何をしてた？それは顔面が招いた結果。地理をなくした状態でただの同胞もかなわないのに共産党に勝てるのか。奴らは同胞よりずっと強い。もしものことだがファンガンは上龍社に逃げ出した奴らと合流してどうなるのかわかるか？なんだかあれは悪魔だ。黄金が届かないだけじゃなく安心で寝ることさえも。ではこれからはどうするつもりですか？奴らが黄金欲しいでしょ。よし、分かろう。それじゃあ私の殲滅企画を前にして今回奴らを引き出せ。徹底的に全滅せよ。那范大哥和乡委呢？让日本人给杀了。他娘的！方局长，从前的事你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次咱们好好合作，一定把这批金子夺回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一票我们干到底。没错。把地图拿来。来了，支队。はい、そのか。ご覧なさい。よし。うん。大久保、我々の日本帝国の絶世の資源である。しかも今回の奴らの殲滅作戦の必要どこだ。大佐閣下の言った通り行動する。ここは港まで150キロ。道は一つしかない。嗯，有戏。何司令，请看，这条大路一直通向码头，此处是必经之地呀。草山岭，这两边呢全是悬崖峭壁，后边呢就是树林和绵延不断的青山。在此下手是理想之地。当年我跟大哥就在这干了第一票，才有咱们现在九龙山。这是我的福地，我相信这一票咱一定能成。这里金河宫退河守，就这么定了。好，唐涛，咱俩各带一队人马，埋伏在山崖两侧。这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啊！方先生，你有什么想法？说不好。ほら、草山林はこの道のノート狙かれる
可能性は高い。ここは奴らの墓だ。裸隊長、中手を連れて、曹司令の両側に隠れ、銃声があったら攻撃する。奴らの退路を切って。はい。山本少佐、中隊を連れて